你弟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今天你们必须搬走。妈，这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家。哼，你的家？你男人没了，我看你可怜，才让你带着孩子搬回来住。你还真想赖在这里不走了？当初明明是你逼着我嫁进方家的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不管。你们今天必须搬走。娘也不是没给你找出路，我已经替你说了一门亲事，镇口杀猪的马富贵，人家有房子，还有杀猪的手艺，你跟着他，以后天天都有肉吃。娘，我不嫁。这么好的人家，你为什么不嫁？马富贵家里有3个孩子，前头那个媳妇儿活着的时候还天天挨打，他连自己的媳妇儿和孩子都不在乎，怎么可能在乎我和小满？我现在嫁过去，就是给他当一个不要工钱的保姆。女人嫁过去不就是操持家里、照顾孩子吗？反正我不嫁马富贵。你不嫁，你拿什么养活孩子？不嫁人，你就带着孩子出去喝西北风。这个家里就你弟弟一根独苗，他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你还占着他的屋子不走？他要是娶不上媳妇儿，林家断了后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娘，你非要让我嫁，我也可以嫁，这才对。马富贵那边我不嫁马富贵，我要自己选一个。你自己选？我看你就是想拖着不走。哼，你一个死过男人还带着孩子的女人，谁愿意娶你？10天。什么10天？给我10天，10天之内我把自己嫁出去。好，那就说定了，就10天。10天以后，你要是还没嫁出去，就老老实实嫁给马富贵。娘，我们真的要走吗？别怕，娘会想办法。10天之内，我必须给我们娘俩找一条活路。这么早去哪儿？该不会真去给自己找男人吧？折腾个什么劲儿？老老实实嫁给马富贵多好。钱婶，你认识的人多，附近有没有合适的男人？我想再找一个。你真想好了？我一个人带着小满，往后的日子不好过。我不图他家里多有钱，只要人踏实，能容得下小满。咱们村倒没有合适的，不过隔壁柳湾村有一个，而且还是头婚。谁？周建国，今年34，人长得周正，身板也壮实，还有一门手艺呢，会帮人修船、补木桨，活不算天天都有吧，但养活自己不成问题。而且人家平日不喝酒，也不赌钱，没听说有什么坏毛病。这样好的人，怎么34了还没成亲？问题不在周建国，而是在他娘周秀兰身上。娘，那他会不会不喜欢我？喜不喜欢，我们亲眼看看去。娘，要是他不让我跟着你了呢？那娘就不会嫁给他。可是姥姥只给了我们10天，10天再急，也不能随便跳进火坑。请问这里是周建国家吗？是，你找他做什么？我是林家村的林秀云，听钱媒婆说起过周建国，我过来看看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带孩子的寡妇，快30了吧？29。你前头那个男人死几年了？2年。这孩子是你前天男人留下的？她是我女儿。钱媒婆也真是的，什么人都往我们家介绍。不是钱婶带我来的，是我自己想过来看看。2个人过日子，总要先看看合不合适，对吧？你倒是挺会替自己打算。我们建国可是头婚，身体壮实，还能挣钱，肯考虑你一个寡妇，已经算不错了。我今天过来是想看看双方合不合适，不是求周家收留。你进周家的门可以，但是这孩子不能跟着。小满必须跟着我。他又不姓周，我们周家凭什么替别人养孩子？周家接受不了，我现在就可以走。你一个2婚女人还挑上条件了？我是来结亲的，不是来给自己找个主人。既然来了，有些话我就先说清楚。你是2婚，周家不会给你多少彩礼。进门以后，家里的饭你做，衣服你洗，鸡和猪也归你喂。你大哥大嫂有事儿，你得搭把手。侄子没人看，你也得帮忙带。以后不许闹着分家，你们挣的钱都交给我保管。这些也是周建国的意思。他是我儿子，他的事当然由我说了算。既然如此，这门亲事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。让你少说2句。错了吗？他自己带这个孩子登门，我还不能把条件说清楚？一个带孩子的寡妇，还真把自己当成香饽饽了。我带女儿过来是为了看人，不是让你像挑牲口一样挑我们。
既然周家看不上，我们走就是了。够了！你吼我！我让你少说2句。我说这些还不是为了你好？前面那几个，一个嫁妆少，一个娘家穷，还有一个一进门就想分家。前面几个没成，真都是人家的错吗？第一个，你嫌人家陪嫁少；第二个，你让人家进门以后替大嫂带孩子；还有一个，你当着人家爹娘的面说他挣的钱全得交给你。我每次都听你的，想着你一个人把我们养大不容易，可我今年已经34了，村里和我同岁的孩子都能下地干活了。我一个人把你们兄弟拉扯大，现在倒成我的错了。建国，娘也是为了你好。大哥，你听了娘一辈子，现在过的是你自己想过的日子吗？你养我，我会给你养老，可我要娶谁和谁过日子，不能再由你替我决定。你真要为了一个刚见面的女人忤逆我？不是为了她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林秀云，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我娘刚才说的那些不是我的意思。那你刚才怎么一直没有说话？以前相亲，我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，结果忍到最后一个也没成。这次我不想再忍，你愿意的话，这门亲事我们可以继续谈。那你先说说你的条件。我靠替人修船捕木桨挣钱，活不稳定，有多有少，日子不算富裕，但饿不着。那孩子可以跟着你，家里有我一口饭，就不会少。你娘以后要是为难他呢？我会拦着。拦不住呢？那就和我娘分开过。该孝敬老人，我不会拦着你，但以后我们的小日子得由我们自己做主。好，小满必须跟着我，她不是周家的下人，也不是谁施舍一口饭才留下的，她是你的女儿，以后也是我的家人。彩礼我不要，婚宴也不用办，3天以后你去林家接我。什么都不办，我不在乎那些虚礼，只要你今天答应我的事儿，以后都能做到。我记住了。以后你要是又变回原来的样子，什么都听你娘的，我照样会走。不会的。还真来接了，真来。听说周建国还是头婚，怎么就看上林秀云了？林秀云死过男人，人家肯自行车来接，已经够给他脸了。不是说了不要彩礼，也不用办婚礼吗？婚礼可以不办，但不能让你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么跟我走。周建国倒是个实在人，没摆酒也算给足了体面。走吧，回咱们自己的家。这周建国还真把她当新媳妇接，她本来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你怎么真把孩子带来了？娘，我早就说过，小满跟秀云一起进门。你说了我就得答应。今天是我成亲的日子。行了，先进门。秀云，灶房还差2个菜，你过去搭把手。秀云才刚进门，先让她歇一会儿。刚进门就不能干活了？难道还要我们一家人伺候她？我去。你不用。没事儿，今天你也忙了一上午，我帮着做顿饭，应该的。在院子等娘，别乱跑。还差哪2个菜？把这些土豆切了，白菜洗了，还有这个锅也刷一下。对了，外面的鸡还没喂，猪食也没拌，你顺手都一起做了吧。大嫂，那你做什么？我还得看孩子啊。孩子正在院子里跟他爹待着，娘让我过来添2个菜，我可以做，但你手里的活不能全推给我干吧？都是一家人，分这么清楚干什么？一家人可以互相帮忙，但不能一个人张嘴，另一个人就得把所有活都干了。刚进门第1天就跟你大嫂吵起来了。娘，我们没吵，我在外面都听见了，你还说没吵？您让我来添2个菜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可大嫂却让我再刷锅喂鸡喂猪，我没有答应。多干一点能累死你吗？多干一点当然不会累死，可今天我要是多干一点，明天再多干一点，最后别人该做的活就全成了我的。一家人过日子哪能算得这么清楚？既然是一家人，就该互相帮忙，不能只让我一个人做了，是不是？该我做的我不会躲，但不是我的也不能全压给我。就你道理多，把道理提前说清楚，以后才能少吵架。今天忙了一上午，多吃点。他自己没手，孩子第一次进门，让他吃块肉怎么了？家里还没缺他这一口。既然不缺，就更没必要盯着他碗里。小满，吃吧。弟妹，你要去河边洗衣服，把这些也洗了吧。娘的我可以帮着洗，建国的我也洗，这些是你和大哥的，你们自己洗吧。反正你都要去河边，多几件又不费事。那以后我和建国的衣服也放进大嫂的盆里。
凭什么？你看你，轮到自己就不愿意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各洗各的，这样最公平。让你给一家家人洗几件衣服，你就有这么多话？娘的衣服我愿意洗，是因为您年纪大；建国的衣服我洗，是因为他是我男人。大哥大嫂有手有脚，他们自己的衣服应该自己洗。我让你洗你就洗。娘，您要是一视同仁，我也没意见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是今天让我洗全家的，那明天就得大嫂洗，后天大哥和建国洗，轮到别人就开始讲凭什么。自己的衣服自己洗，行了吧？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把屋里的东西收拾好。行。娘，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她只是还没习惯你进这个家。她以后会赶我走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不只是娘答应你能留下，周叔叔也答应了。秀云，给我端盆洗脚水。好。这么烫，想烫死我啊！这么凉，怎么洗？娘，您怕热又怕凉，还是自己兑最合适。端走。好。小满，下午没吃多少吧？饿不饿？奶奶会不会生气？快吃吧，鸡蛋是我自己买的，她管不着。娘，你也吃。孩子都小的心疼你，你就吃吧。周叔叔，我以后还能念书吗？当然能。要是奶奶不同意呢？以后你读书的钱我来挣。建国，地上太潮了，这床能睡下。小满睡里面，我睡中间，你睡外面。今天受委屈了。该做的活我做了，不该做的我也没接受，不算委屈。我娘强势惯了。我可以敬她，也可以照顾她，但她不能把我当成进门干活的下人。我明白。你今天答应过会护着我和小满。我记得。光记得不够，还得做到。你看我以后怎么做？今天挣了多少？6块3角。给我。娘，这个月家里缺什么？轮得着你问？建国挣的钱全交给家里，我总得知道花到什么地方了。你怕我吞了儿子的钱？不是怕您吞钱，是一家人过日子，账得算清楚。我们2房3口人，每个月该交多少家用，您定个数。剩下的钱，建国要买木料，小满也要买纸笔。刚进门没几天，就惦记着把钱抓到自己手里。不是我管，是我们2房自己管。那个弟妹啊，钱放娘那里也一样，缺什么跟娘说就是了。大哥，你脚上的鞋是不是又破了？补补还能穿。庄稼人穿那么好做什么？大嫂每天干活，想买点东西，也得先伸手问娘要钱吧？你少在这里挑拨！我只是觉得大家都在挣钱干活，手里总该留一点急用的钱。建国，你说这钱交不交？这个月先交2块家用。就2块？剩下的我得买木料，小满也得买本子和铅笔。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，为了别人的拖油瓶，连亲娘都不顾了。娘，别当着孩子说这些。哼，我说错了吗？他是我接进门的，以后就是家里的孩子。以后没钱了别来找我。1块5买木料，1块给小满买纸笔，剩下的先存着。这么一点钱也要记吗？钱少才更要记，不然用到哪儿都不知道。娘，我也能帮你记，老师说我算数好。行，以后你帮你娘算账。林秀云，记得把猪喂了，还有衣服也该洗了，等会儿把饭做了，院子也该扫扫了。大嫂，剩下的该大房挑了。你都去了河边，多挑2桶怎么了？那明天大嫂顺便把我们屋的水也挑了。公家的猪圈我清理，大房养的那2头猪，大嫂自己清。都养在一个圈里，多产2巢能累死你啊！累不死，所以大嫂产也一样。小勇多吃点儿，长身体。小满吃吧。谁让你给他加的？1块肉而已。小勇是周家的根苗，她一个外姓丫头，凭什么吃？她也在长身体，想吃肉，你们自己花钱买。我们每个月交了家用，这顿饭就有我们的一份儿。这个死丫头又不姓周。娘，我不吃了。你疯了！我们没少交1分家用钱，也没少干1样活。我女儿坐在桌上，连1块肉都不能吃，这还算什么家？这是周家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那就分家。
你说什么？既然我们二房交了钱干了活，孩子还要受人欺负，那就分开过。你才进门几天就撺掇我儿子分家？不是我逼他，是这个家根本没给我们留活路。秀云，分家不是小事。你舍不得，我能理解，可我不能带着小满继续留在这里，让他连吃块肉都要挨打。你听见没有？他就是要拆散这个家。你要是还想跟我和小满过就分，你要是不敢，我这就带着小满走，咱们这日子也别过了。分家可以，但你们休想拿走家里的东西，你们净身滚出去！行，家产一分不给，以后您老了也别找建国养老。他是我儿子，凭什么不养我？分东西的时候他不是，养老的时候又想起他了。要么把二房该得的分清楚，以后该尽的孝我们照规矩尽；要么什么都不给，从此养老也别算我们二房的。娘，分吧。连你也要分是吧？好，娘成全你。田地、粮食和泥具全归大房，河边那间看船的破屋给二房，墙角那3只青壳麻鸭也让他们带走。那间屋都塌了半边，3只鸭子也不值多少钱。爱要不要，嫌少就别分。娘，那屋子根本住不了人，屋坏了可以修，可就3只鸭，咱们往后可怎么过？建国，你要是信我，今天就把这个家分了；你要是不信我，觉得跟着我过不下去，咱们现在就散。我信你。那间破屋和3只青壳麻鸭我们要，但文书里得写清楚，这以后我们二房挣的钱，谁也不能伸手，谁也不能干涉。赶紧滚，滚得越远越好。娘，这里好破。破一点没关系，慢慢收拾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门让谁进，咱们自己说了算。只有一间破屋，3只鸭，让秀茹和小满跟着我受苦了。这2只母鸭快要下蛋了，你看得出来？这3只鸭子是咱们重新过日子的本钱。娘，鸭子什么时候能下蛋？要是养得好，过不了几天就会下蛋了。下了蛋我们能自己吃吗？能。等我明天去镇上接2个活，再买些瓦回来。不用一次全修好，先把睡觉的地方补严实。娘，这房子会不会塌？不会，屋梁还结实，就是瓦片坏了。别怕，娘在这儿。娘，它往我脸上漏。床这边还漏不漏？还有那3处地方有些漏。你慢一点。没事儿，摔不了。这么滑还逞能，真摔下来，屋顶没修好，人先躺下了。小满别怕，瓦坏了可以换，屋顶漏了也能补。等雨一停，我就把它修好。真的能修好吗？能。周叔叔擦一擦。好。先把湿衣服换下来，别着凉。你担心我？现在是一家人，能不担心吗？你们娘俩睡床上，我在门口铺点草。门外都是水，怎么睡？挨一掌腕没事儿。小满睡里面，我睡中间，你睡外面。3个人能睡下吗？能，周叔叔你上来吧。明天雨停，我先把屋顶补好。还有那些桌子和这个床也一起修了。别一次忙太多，先把屋顶弄严实再说。听你的。鸭子没事吧？没大事儿，就是一直睡在湿地上，身子有点虚弱了。2只母鸭都快下蛋了，得先搭个鸭棚才行。怎么搭？棚底垫高一点，别让雨水漫进去，里面再铺些干草。我不懂养鸭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那修屋做木活听你的，养鸭和家里的账听我的。成，咱们各管自己拿手的。娘，你快来看啊！鸭子下蛋啦！个头还不小呢，晚上煮给小满吃。第1枚先煮了。不留着孵小鸭吗？现在母鸭还没抱窝，蛋放久了也孵不出来。等它们开始抱窝，再挑新鲜、个头匀的种蛋。那这枚真的可以吃？可以，今天晚上咱们就把它煮了，3个人分着吃。今天又有2个，一共12个啦。太小的留着吃，不能拿来孵。
卖了16枚，换了些米咖和碎粮。 2只鸭一共下了48枚。那咱们是不是能孵48只小鸭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早下的已经吃了卖了，剩下这些还得挑新鲜的。太小的、破壳的、形状不好的都不能孵。它们开始抱窝了，剩下的这些蛋呢？一部分我们自己吃，还有一部分拿去换粮。不能只想着孵太多鸭子，先得让家里大的和小的都有东西吃。这回算是明白了。娘，他们是不是要出来啦？出来啦！1、2、3。还有4枚没出来。孵蛋本来就不可能一个不少，24枚能出20只已经很好了。3只大鸭加上20只小鸭，咱们家现在有23只鸭了。等小鸭长大，是不是还能下更多的蛋？只要好好养就能。不过小鸭刚出来最怕冷怕潮，先把这一窝养活，再想后面的事儿。我明天再搭一个小鸭棚，别搭太大，先做好挡风和防水。你说尺寸，我来做。娘，等卖了鸭蛋，我能买新本子吗？能，不光买本子，再给你买2支新铅笔。娘，他们什么时候能住上新棚呀？等你周叔叔把棚搭好，那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要吃得好，不生病，很快就能长大了。少放一点儿，吃完再添，不能一下喂太多。这样行吗？行。你现在看这些鸭比看我还仔细。鸭不会说话，我当然得多看这些。你也别只顾说话，棚还没搭好呢。马上就好。21、22。娘，少了一只。哪只没回来？脚上有一撮白毛的那只。小满，没事吧？没有，我想帮娘找鸭子。鸭子丢了可以再找，你不能自己往深水边跑。找到了，脚被水草缠住了。小满没伤着吧？差一点就是它，掉下去了。以后鸭子少了就喊我，谁也不许自己往深水边跑。我记住了。昨天14枚，今天15枚，一共多少？29枚。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？老师说我算术全班第一。 98，那2分错在哪儿了？最后一道题，我把7写的像1。下次写清楚。考100分，我给你做一张新书桌。真的？鸭棚的门还没修好呢，又开始答应别的了。门今天修，书桌晚上做。又不是给皇帝送蛋，挑这么细干什么？你花钱买东西，愿意买一筐大小不一的，还是整整齐齐的？当然要整齐的。咱们第一次出去卖，得让人看着就觉得东西好。 100、200、300，一共360枚。这么多，咱们一枚一枚的卖，那得卖到什么时候去了？零收太慢了，明天学校休息，咱们一起去镇上看看有没有收蛋的。那贩子给价低怎么办？我们先问清楚，价钱不合适，咱们再拉回来。行。这鸭蛋个头真齐整，蛋壳颜色也好看。自家养的？柳湾村河滩养的。平时喂什么？白天在河滩吃小螺浮萍，晚上补些碎粮。壳厚，分量也足。这4筐我全要了。什么价？2毛5一枚。你这些蛋挑得齐，我不压价。360枚，一共90块钱。小丫头算得挺快。我算术全班第一。90块，没错。谢谢老板。以后还有这样的鸭蛋，直接送来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没问题。我修一条船才挣几块钱，这几筐蛋真卖了90。不是几筐蛋，这可是咱们几个月一点点养出来的。以后谁再说那3只鸭没用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屋顶现在已经能住了，还要买这么多瓦。下小雨不漏了，可大雨还得接水。咱们有钱了，就先把房子修严实，再买点肉，改善一下伙食。喜欢吗？我这个还能用。娘问你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老板，麻烦你把这个书包拿下。娘，我一定好好用。书包就是拿来用的，用坏了以后再买。娘，今天每个人都有肉吃吗？这是咱们自己挣钱买的，你想吃哪块就加哪块。娘先吃。今天不用让，锅里还有瓦片木料12块，肉、白面和菜油8块，书包本子5块，棉花粗布10块，一共花了35块，还剩55块。
这笔钱扩大鸭棚，再添些食槽和围栏。隔壁村有人卖30只半大的母鸭，正好24块。还要买？咱家已经有23只了。23只里有8只公鸭，真正能下蛋的只有15只，公鸭留3配种就够了，剩下5只养肥以后卖掉。再买30只母鸭，吃的粮也多了。所以鸭棚要扩大，河滩也得划出新的放鸭地方。这11块留着买粮买药，不能全花干净。90块钱刚到手，就只剩11块了。钱是花出去了，可屋顶修了，小满有新书包，鸭子也能多起来，咱们可没有白花。养鸭的事你做主，棚子和围栏交给我。娘，我放学回来鸡鸭蛋。慢点跑。前些日子还是3只鸭，现在都养这么多了。这么多鸭，往后可有得忙了。忙不怕，只要能挣到钱，先把小满往后的书本和学费挣出来，再把这间破屋收拾成真正的家。前些日子还是间漏雨的破屋，这才多久，屋顶都铺安实了。听说他家那3只鸭已经养成一大群了，多余的5只公鸭已经卖掉，如今家里共有45只母鸭，3只公鸭，共计48只。46、47。娘，它们一动我又数乱了。别追着一只只数，等它们回棚以后再清点。鸭会乱跑，蛋不会，还是数蛋省事儿。早上收了19枚，下午又收了18枚，19加18，今天一共37枚。记上，正好800枚。这次还送给赵有才吗？他上次给价痛快，也没挑咱们的毛病，先找他。他要是压价呢？还是一样的，咱们的蛋不比别人的差，只要保证好品质，自然有人买。林家的青壳蛋又来了，这次有多少？800枚。上回才300多，这回全是你们家下的。家里鸭子养的多了，那些小蛋和劣蛋都在家里挑出去了，现在个个都是好蛋，你随便验。不错，还是上次的品相，2毛5一枚，800枚我全收。200块钱。小丫头还是这么快。200块，没错。现在都认你们家的蛋，以后还是这个品相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想买书吗？我的书还够看。那你一直盯着里面做什么？老师说书店里新来了一本算术练习册，想要就进去看看。会不会太贵了？你只要认真的去读，就不算浪费钱。这下高兴了？高兴。高兴就好，只要你学习到知识，比什么都值钱。这辆多少钱？70块，车胎和链条都能用。咱们已经有独轮车，先不买也行。独轮车走到镇上太慢，以后送小屁鸭蛋、买东西接小满都能用。70块还是贵了。老板，65块吧，车上这些小毛病我们自己回去修。68。65，能卖我们就推走。唉，真买啊？能省脚力，以后也用得上，不算乱花钱。张叔叔会骑。上次接亲那辆车就是我跟村里借的，当然会骑。娘，刚挣几个钱就花这么多钱买辆旧车，也不怕过几天又揭不开锅。平时去镇上能用，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别以后没钱了回来哭。娘，我的裤腿又短了。春梅，租事办好了没有？马上。自行车65，书和彩笔4块，暖水瓶和新锅12块，再留30块添木料修产蛋棚，40块买鸭粮，一共花151块，还剩49块。对，剩下的放进木箱，留着周转。这次总算留下不少。娘，咱们现在算有钱了吗？还算不上有钱，但只要好好干，往后的饭和书本都不会缺了。秀云，等日子再稳一点，咱们能不能再添个孩子？有了亲生的，你还能像现在这样对小满吗？我说的是多添一个，不是拿一个换一个。那以后呢？我什么时候亏待过小满？现在话都说得好听，你以后要是有一点嫌他，我就带他走。我只是想让家里再多个孩子，怎么就成了我要赶小满？娘，我想要弟弟或者妹妹。你真的想要？我一个人的时候有点闷，以后我可以教他写字，还能带他看小鸭子、数鸭蛋。对不起，刚才的事儿你还生气吗？以后说话别只说半截。那再添孩子的事儿，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我都听你的，你到底答没答应？灯还亮着，问什么问？别把小满吵醒。秀云分出去以后，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盼头。我也不能一辈子只替别人干活，手里连1分钱都没有。今天的粥怎么这么稀？米缸快见底了，
得省着点吃。省粮也不能煮成刷锅水呀！一家人喝什么？小勇的裤子怎么还没接上？昨天又是洗衣服又是剁猪草的，没顾上那些。这点活就把你忙成这样？你看看老二家，人家养了几只鸭子，肉吃上了，自行车也买上了。你倒好，连条裤腿都接不出来。娘，要不咱们也养些鸭？你会养吗？不就是喂食添水，再赶去河边吗？看着学也能学会。要养就养30只，10只8只的，什么时候才能挣钱？30只得不少钱吧？刚出壳的鸭苗便宜，15块就够。等以后卖了鸭蛋钱，鸭苗是我出钱买的，蛋和钱当然得交给家里，一枚都不能留。先把本钱挣回来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养鸭还得买粮买东西，到时候再算。你先把鸭养活了，你自己又拿不出钱，到底愿不愿意养？我养。娘，我看二婶家的鸭棚底下是架起来的。建军，你找几块木板帮我把棚底垫高一点。就几只鸭还专门搭棚，救济棚凑合住就行了。这味儿都冲到屋里了，还不赶紧收拾？饭做好我就换稻草。什么事儿都等做完饭，鸭子能等你吗？起来，吃东西了。娘，死了一只。鸭苗哪有一只不死的？埋了，把剩下的看好。春梅，饭怎么还没做？天热，把它们赶去河里泡泡水。这么小，能下河吗？鸭子还能怕水？赶紧去！娘，它们游不动。30只鸭让你养的只剩9只，15块钱就这么让你糟蹋了。我每天都在喂食，也添水了。别人怎么能养活？别人家有人搭棚，也有人帮着看。你的意思是，全家都得围着你养鸭？我每天要做饭、下田、挑水、洗衣服，还要剁猪草，我一个人怎么顾得过来？怎么养得过来？早说你不会养，非要折腾。我为什么要养？这个家里什么活都是我干，可我想给小优买条裤子，手里却连1分钱都没有。你说我为什么要养？自己没本事，还怪上一家人了。郑春梅，天都快黑了，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干什么？不想回去，坐一会儿。坐在河岸边吹风。30只鸭子死了，现在只剩下9只。娘拿了15块钱买鸭苗，现在本钱没挣回来，剩下的9哥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今晚。建军骂我没本事，娘也说我把钱扔进河里。我娘家前几天又托人捎话让我拿10块钱回去，说我弟媳妇儿要添新衣。弟媳妇儿添新衣，他们还找你要钱？他们什么时候管过我有没有钱？我娘说我是姐姐，帮弟弟是应该的。我活这么多年，到底做对过什么？你坐在这里哭，那9只鸭就能好起来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就是想自己挣点钱，给小勇买条新裤子，可我连30只鸭都养不好。第一次养不会很正常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学你养鸭，最后养成这样很可笑？我没觉得你可笑。那你还管我干什么？因为你和以前的我一样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。那时候要是有人肯拉我一把，我也不用走那么多弯路。起来。去哪儿？回去看看那9只鸭子什么情况。鸭子只要还活着，就先想办法救，剩下的话以后再说。
去了？饭不做，孩子不管，一声不吭就往外跑。你在哪儿找到他的？河边。一个两个都不让我省心。先去看鸭子，再耽误一晚上，剩下的9只也保不住。先把湿稻草全清出去。现在，要是等到明天，它们就真不一定能起来了。趴着的3只单独放，其他6折挪到干燥的地方。这鸭子真能救。得先把该修整的地方都修整好。水盆太深，小鸭掉进去，绒毛湿透以后爬不出来，很容易受凉。鸭子不就是在水里养的吗？大鸭能下河，小鸭苗不行，身上的毛还没长好，受了凉就容易拉稀。看我干什么？15块钱买的，真死光了，赔的不还是家里的钱？人找到了，你去哪儿也不说一声，害得我到处找。大哥，先过来搭把手，找些干稻草，再拿一个浅点的水盆过来。今晚每隔一会儿来看一次，只要鸭子还能自己抬头喝水，就还有希望。还活着，活了就赶紧喂，哭能把鸭哭大？娘，这9只鸭子，我想好好养起来。哼，15块钱都花了，不养起来还能怎么办？以后稻草湿了就换，别又拖到发臭。记住，这里的水面不能太深，谷糖、碎粮和菜叶的分量也要搭配好，按照这个比例去配。你仔细看，这些稻草里头太潮湿或者有鸭粪了，都要及时处理。猪草还没剁，你又要去哪儿？去秀云那边学养鸭，天天往2房跑，家里的活不用干啦。早饭做了，水也挑了，鸭棚我刚收拾完。猪草让建军今天剁一次。怎么又成我的活了？我以前天天剁，也没见你问是谁的活。天天跑过去给人家亲朋拌鸭食，他家卖一回蛋挣200块，给过你1分钱吗？别到最后自己的活没干完，还白白替别人忙。够了，今天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没什么，能把1顿的料拌成2顿。娘说我天天来给你干活，你卖鸭蛋挣那么多，我却1分钱也没有。他这话倒提醒我了。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。我知道，你一开始是来学养鸭，可这8天也确实帮我亲棚拌料捡蛋，没少干活。半天5毛，8天4块，真给我。学是学，干活是干活，得分开算。以后还是半天5毛，10天结一次。怎么，不想要？这是我自己挣的，不是你挣的，难道是我白送的？娘，这是什么钱？妈干活挣的，林秀云给你的。我在他那里干了8个夏天，半天5毛，一共4块。拿来吧，家里正缺钱。这4块钱我想自己安排。你说什么？我先拿2块给小勇扯布做条新裤子，剩下的买点鸭粮，把那9只鸭养起来。家里的吃喝不用钱，我没少做家里的活，这是我给别人亲朋拌料一点点挣回来的。才挣4块钱，翅膀就硬了。可小勇的裤子已经短了这么久，我想先给他做一条新的。爱怎么画怎么画，画完了别找我要。娘，我真的有新裤子吗？
能。太好了！这是我嫁进周家后第一次把钱留在了自己手里。每天一进屋，不是账本就是一筐筐鸭蛋。账不记清楚，少了蛋都不知道。说话越来越像你娘了。娘说的对，我要听娘的话。行，你们娘俩都对。小满，这一批有多少？合格的1000枚，加起来正好10筐。不错，这要是按上次的价，又能卖250块钱。还是原来的品相。 1000枚，2毛5一枚，一共250块。是250，没错。谢谢老板。以后还是这样，有多少就往我这里送多少。好嘞，价钱不变，蛋的品相也不会变。24块钱买30只母鸭，再买上20块钱的鸭粮，15块买些木料和铁钉，回去后再把鸭棚扩建一下。还有生活用品也不能少，棉花粗布12块。娘，我们今天一共花了80块，还剩170块。70块留着周转，剩下100就存起来。秀云，怎么分开放？这份给谁？瞅那一家子，神气什么呀？人家那是有本事，你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多琢磨琢磨咋过日子。婶儿，这肉您拿着补补身子。我身子硬朗着呢，拿回去。婶儿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秀兰婶儿，这是女婿孝敬你的吧？说什么呢？没大没小的，再乱叫舌根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建军啊，你哥那边鸭棚也该搭起来了，你去看看。你去搭把手，别让他一个人忙。哥，我来帮你了。歇会儿再干，别累着。快好了，春梅你来了。秀云啊，这是家里刚晒的稻草，给你垫鸭窝。哎，谢谢兰姨，太谢谢你了。一共是1000枚。哎呀，这下又能卖250块嘞！建国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送货。行，明天咱推2辆板车，一趟就运完。今晚都再仔细挑一遍，可别让一颗坏了的蛋砸了咱们的招牌。有裂纹的、个头小的都得挑出去。成色还行，一共1000枚。这次不能按之前说好的2毛5了。赵叔，这是啥意思？说好的价咋说变就变？集上价都降了，你们这货一批比一批多，我不收你俩拉哪儿去？赵老板，今天什么价？现在行情不好，只能按1毛5一枚收。什么？之前还是2毛5，直接少了1毛，1000枚就少1毛，这一车整整亏了100块钱，嫌少那也没办法，150块我当场就能给钱收走。过了这村可没这店，1毛5就收。怎么价格也是1毛5？现在收货统一都是这个价格，集市上的零售价明明根本没有变。你们货量大，当然不能按零售价算。1毛5，最多收一半。赵有才是不是提前就找过你们打招呼了？赵老板今早已经给全镇几家收蛋的都带话了，这批货有1000枚，谁都不许把价格抬高。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你们爱卖不卖，我也没有逼你们。不卖了。真的全部拉回去吗？这些鲜蛋根本放不了多久。如果今天1.5的价格卖掉，下一批收单的人肯定还会继续压价，以后咱们就永远抬不起价了。那就全部拉回去，我们路上多费点力气，也绝对不能让他们这么明目张胆欺负人。怎么回事？怎么1米蛋也没卖掉？那些收蛋的早就串通好了，全都只给1毛5，根本没人肯出正常价。
就算只有1毛5，也能卖150块啊，总比这些鲜蛋放坏了一文不值强啊。如果这次我们认了这个价，以后产量越多，他们压价就越狠，咱们就永远翻不了身了。娘，这些商贩就是看准了鲜蛋放不住，才敢统一压价。今天1毛5的价格，我们绝对不能认。咱们不卖就不卖，可这整整1000枚蛋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它放坏掉，总得想出个出路才行。这里面选出250胚品质最好的鲜蛋，我来动手全部做成咸鸭蛋保存下来。剩下这750胚鲜蛋，咱们绝对不能低价贱卖，必须尽快找到正常的渠道卖出合理价格。弟妹，我们都听你的安排。剩下这一批鸭蛋的销路，我们几个大男人出去跑，肯定想办法把它全都顺顺当当的卖出去。这批一共750枚鲜鸭蛋，你们出去卖的时候记住一个底线，但凡有人出价低于2毛钱一枚，说什么都绝对不能卖。往后我们这一批鸭蛋每天卖出去多少，收回来多少钱，晚上回来都给小满，一笔笔清清楚楚记在账本上。明白了，保证不把价格卖低。你挑镇上的饭馆、这种街边的糕点铺，还有河边码头、声流大的地方，需要大家上门去问，肯定能卖出去。这几天我拿就哪里都不去，专心您留在家里，把剩下的鸭蛋都洗干净，裹上黄泥和食盐腌成咸鸭蛋。我店里生意不算特别旺，鲜蛋放久了容易坏，我最多拿100枚，多了实在消化不掉。我开饭馆的店面小，鲜蛋放个2天不新鲜，我也怕全都压在手里亏了本，实在不敢多囤货。我这家铺子开了这么多年，做点心一直都是用鸡蛋，鸭蛋风味比较特殊，我怕贸然换了以后做出来的点心味道不对，老顾客吃不习惯，所以不敢一下子收太多。不用有顾虑，我们这鸭蛋都是自家湖里散养的麻鸭生的，蛋黄香得很，做点心油份还足，保证你信。行，那我就先留70枚拿去试做，做多了我也暂时拿不准风味，多的我真不能要。本来以为卖个蛋不是什么难事儿，真的自己出门找销路，比之前自己预量的要难的太多太多。一是国营鸡蛋铺才卖1毛5分钱一斤鸡蛋，你们怎么鸭蛋敢卖2毛3一斤？这价格也太高了点儿。我们卖2毛3一枚，这个价真的一点不贵。你买回去打开，要是发现有哪怕1枚坏蛋，你随时直接拿回我们村子里找我，坏了我直接给你换好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这一整天从早到晚跑下来，实在是太累人了，忙活整整1天，到现在也才卖出去这2筐鸭蛋。咱们今天能卖出去这么多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别着急，明天咱们再去另外几个没去过的村子接着跑，总能慢慢把剩下的蛋都卖完的。今天一共卖了450枚，还剩300枚。要不剩下的再便宜一点，再放2天更不好卖。咱们跑了一整天才把价卖到2毛多，现在自己降回1毛5，不还是让他们压住了？你说的对，明天去码头问问，那边船工多，伙房每天用的蛋也多。之前最早收的那一批鸭蛋，现在仓库里还剩下多少枚？数完了，最早收的那一批一共还剩下160枚。那行，咱们明天就先把这160枚鸭蛋都带出去。一次要200枚鸭蛋太多了，我这边伙房周转不开，最多先帮你们留100枚就顶破天了。你看这码头上成百千的船工都要在伙房这里吃饭，100枚鸭蛋怕是用不了2、3天就全部用光了。那你们鸭蛋打算卖什么价钱？就2毛钱一枚。好，那行，今天先留200枚鸭蛋，后续有需要我再找你们拿货。筐里还剩下最后100枚鸭蛋，正好赶上下午村里的市集，咱们俩抓紧往回赶，回去直接把剩下的鸭蛋拿到集上也全部卖掉。大娘，来看看咱这新鲜的鸭蛋，都是自家散养麻鸭生的，个个挑得齐整，有裂的您随时拿来换。你们快看，1枚鸭蛋都没剩啊！这下可好了，忙活这么久，总算全部卖完了。今天总共卖出去750枚鲜鸭蛋，最后算下来一张167块8毛钱，全靠着咱们自己想办法找新销路，才全部顺顺当当卖完。这笔钱你收好了，交到你手里入公账。小满，把餐馆、糕点铺、码头这些新客户一笔一画记清楚，以后咱们就给这些地方订点送。早知道咱们自己跑也能卖完，当初谁愿意看那个黑心蛋贩的脸色啊？这700多只鸭蛋能卖完，不是撞了运气，是咱们大人小孩连着3天脚不沾地拼出来的。第一缸盐水淡一些，第二缸盐水按平时的量，第3缸用红泥，盐多一些，第4缸还是红泥，换一种封口方法。第5缸呢，用红泥，盐3斤8两，缸口封严。奶奶，以后只要看缸口记的布条颜色，就能清清楚分出来这一口缸里是哪一种配方的烟蛋。娘，正好满28天了，可以开缸啦！第一缸不能当成品卖。太咸了，盐放多了。封口没有封严，这50枚全坏了，真要全部扔掉？这些都有异味了，1枚也不能留。前面3缸还能自己吃，这一缸是真白损失了。损失50枚蛋，总比让别人吃坏肚子强。
坏了就扔，别舍不得，真吃出问题，赔的钱更多。要是这缸也不成呢？再换做法，重新试。出油啦！咸蛋正好，又沙又香，这回总算能把前面亏的挣回来。不卖，这么好的蛋为什么不卖？这一批一枚都不卖，全部送出去。好不容易做成的，全部白送啊！不卖钱还得往外送，所以不能散着送。你去镇上找一个刻章的师傅，刻一枚木章。不卖钱还要花钱刻章，章上刻4个字：柳湾青壳。大哥，你去买干净的草纸、细麻绳和红印泥。白送还要包得这么好，散着送，别人吃完只知道蛋好吃，我们把它包好，盖上同一个章，下次想买才知道找谁。柳湾青壳，以后鲜大、咸鸭蛋都用这个名字。师傅，刻4个字：柳湾青壳。这么一收拾，倒真像正经东西了。柳湾青壳是我娘做的，老师你尝尝。这咸鸭蛋味道好，在哪儿买的？柳湾村送来的，叫柳湾青壳。林秀云在家吗？我们掌柜让我来问问，你家那柳湾青壳咸鸭蛋一次能做多少？你们要多少？先要300枚，卖得好以后再加。林秀云，你那种咸鸭蛋还有没有？昨天有好几个人来问，想买都没买到。弟妹，这回我是真服你了。建国，你赶紧再去订10口缸。建军去搬缸，再去订些木料。春梅跟我把老吴剩下的缸洗出来。我去，这个怎么这么好吃？蛋黄够沙，蛋白还不齁嗓子。是啊，也没那股重腥味儿。老板，再给我来一盘。不好意思啊，最后一盘刚送走。你们店里不是昨天才送来300枚吗？这就没了。赶紧把车套上，去柳湾啊！现在去柳湾？再晚一步，他家的蛋怕是要让别人订完了。咸味正好，配稀饭肯定香迷糊了。这包装的也干净，个头还差不多。逢年过节拿去走亲戚也不难看。真摆上柜台，你们买不买？先给我留20枚，我也要10枚。小张，你看着柜台，我出去一趟。这蛋切出来好看，蛋白也嫩，早上的粥、晚上的凉盘都能用。先订500枚，他家能一下做出这么多？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这个比镇上卖的强，咸得透又不发苦。秀云试坏了好几缸，才做出现在这个味儿。我下个月走亲戚，你给我留20枚。学校那几个老师不是也在问吗？把数合一合，一起送过去。上回那300枚2天就卖光了，下一批福马楼要2000枚。供销社先要800枚，春来餐馆500枚，村里和学校老师合起来要200枚。1、2、3，这数对吗？会不会差的太多了？价钱都一样，5毛1枚。饭馆和供销社先付一半，村里这200枚先把钱交齐。你可得给我多留点啊！一共925块，这么厚一摞，真是人家先给咱们的。再加上家里前面存下的，得有1300多了。那咱们这回真发财了！先别忙着高兴，货没交完，这些钱就还不算咱们的，谁也不能拿去乱花。可就咱们现在那几十只母鸭，3500枚得攒到什么时候？不能光等着那些鸭子，
下午去看鸭，再多买一些，先把鸭群添起来。要是再买鸭的话，还是买小鸭苗最省钱，400-500只小鸭苗也花不了多少。这回不买小鸭苗，小鸭苗便宜，为什么不买？便宜是便宜，可养到下蛋得等好几个月。小鸭子又怕冷怕潮，到时候养不好，钱还没挣到，先死上一片。那买多大的？直接买快开产的半大母鸭，挑回来先单独养半个月，没病能吃，后面就能陆续下蛋了。你想买多少？420只。420只？你一口气要买400多只？原来还有78只，加在一起差不多500只。这一步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这回人家肯先把钱压给咱们，是信得过咱们。货要是接不住，下次他们就去找别人了。这全是林秀云买回来的，前阵子还只有70-80只，这一下添了400多只。他真是从3只鸭一路养到快500只了。300多块钱，一转眼全变成会跑会叫的了。等他们开始下蛋，每天都能往家里挣。就这一只不爱吃东西，也要单独关起来吗？几百只鸭子挤在一起，就怕有一只带病的。多搭一个小篮，总比整盆染病强。要提前预防好。先别裹泥，这些蛋壳还没干够。当天和前一天下的蛋做咸蛋最合适。有裂纹、沙眼、个头太小的都先挑出去。每一枚都擦，薄薄擦一遍，不能泡。鸭蛋新鲜，再把新蟹压下去，吃着才香。泥太稀挂不住蛋，盐太重蛋白就硬。前面5缸不是白试的，往后都按这个量来。你就负责数筐和包数，钱和大账别碰。我知道，我还小呢。秀云，你看看这个，怎么比别的大这么多？先别放进普通货里。娘，里面能看到小鸭吗？不是看小鸭，是看里面有没有2个影子。先单独腌一小坛，等日子够了，切开才知道。哎呀，这真是回事啊！3500枚，分了这么多批，味道还能一样，太厉害了！供销社那800枚早卖空了，天天有人问下一批什么时候到。我店里现在卖粥，客人都先问有没有柳湾青壳。福满楼下一批要3000枚，供销社加到1500枚。春来菜馆要1000枚，新一轮6000枚。6000枚，这一桌得有2000多吧？卖鸭蛋真能卖出这么多钱？这边是尾款，能结工钱修房子，新定金还得留着做下一批货，谁也别碰。60块真全给我。这2个月你哪天闲过？挑蛋、洗蛋、裹泥，还得带工人，这钱就是你挣的。可是我是自家人，一家人也不能总让一个人白干。我是你娘，我就是帮着刷刷缸、烧烧水，给我发什么钱？做了活就该拿。我的别分了，留着盖房子。我也正有这个打算。屋顶重新补，还能住。不补了，最破的正屋拆掉，重新盖3间瓦房，灶房也修一修，再给小满隔出个写字的地方。下一批还有6000枚货，新定金留着做货，盖房子用咱们第一批真正挣回来的钱，总不能钱挣到了，一下雨还得满屋搬盆去接水吧。
钱自己放牢，别让你娘家人知道。来，花卡小满了啊！娘，这回真不用拿盆啦。安心写吧。嗯，还真能挑出双黄的。大蛋也不一定全是，先别往外卖，再多留几批看看。这又是什么？我们没订这个。我另外试的一小坛，不算货钱，你们拿回去尝尝。又弄出新口味了。回去切开就知道了。握着手起刀落，还真是2个黄。他送来的时候不肯明说，原来藏着这个惊喜。一枚蛋里2个黄，这东西可真少见。不光稀罕，咸蛋和普通柳湾青壳也一样稳定。这一盘摆上桌，客人不用吃，先得围过来看看，太稀奇了。明天派人去问，这种蛋有多少，先给咱们留多少。这个比普通蛋大了1圈，应该也是双黄吧？光看大小不准。2个影子分得开，才单独留下。这个也这么大，怎么不留？里面只有1个黄的，不能拿去当双黄卖，以后都按这个法子筛选。但凡是2个阴影看不清的，一律算普通蛋。照现在这个下蛋数，第2轮6000枚应该赶得上。赶得上也不能乱，哪一批先入缸，哪一批先出，日子必须记清楚。你们这柳湾青壳怎么一回一个味儿？上回吃着又香又流油，这回怎么又咸又硬？我还准备买20枚呢。真坏了吧？先别嚷，这蛋我光看也说不清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，得去柳湾当面问。还问什么？我买的就是柳湾青壳。真是他们的该赔就让他们赔，不是他们的也不能让人白背这个锅。把你买的这些也带上，咱们现在就去柳湾，把两边的东西摆到一块看。这位大姐以前买过柳湾青壳，这批不是我们做的。你刚拿起来就说不是，谁知道是不是出了问题？不想认。你先别急，我们送到供销社和饭馆的货，每包都是4枚，包纸上有红章，哪一天出的货就拉哪一种颜色的绳。这包没红章也没彩绳。我们的蛋大小都挑过，你这些有大有小，你也没裹匀，兴许是你们做多了，另外包的呢。那就把蛋切开。确实不一样。大姐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这一篮又是从哪儿买的？上回是在中销社买的，这回我来的时候，你们柜台正好卖完了。镇口有个挑担子的女人说，她卖的也是柳湾青壳，他还说都是从柳湾拿的，我就买了20枚。这2批根本不是一个地方买的，你怎么全算到供销社头上来了？我只记着都叫柳湾青壳，一着急就给弄混了。现在弄清楚就行。真是我们做的蛋出了问题，我一定认。红章和彩绳别人看见以后也能照着学，那往后还会有人冒充。从下一批开始，蛋壳尖上再点一个小红点。点在蛋壳上？对，红章、彩绳、阴点3样都对得上，才是柳湾青壳。回去以后，我把这件事跟顾客说清楚。明天把2种蛋都摆在柜台上，不用替我们说好话，让大家自己看有什么不同。行，我也去。东西是我买错的，该说清楚。大家看清楚。
供销社卖的柳湾青壳，包纸上有红章，外面扎着批次绳。从这一批开始，蛋壳尖上还会点一个红点。上回我是从供销社买的，这回供销社卖完了，我又在镇口买了一篮，是我自己给弄混了。这批坏蛋不是供销社卖的，也不是林秀云做的。原来是有人冒名，难怪吃着这么贵。柳湾青壳没有人在街上挑担散卖，以后认准红章、彩绳和云点。真货出了问题，拿着包装来找我。不是这个记号的，别往林家头上算。下一批什么时候到？给我留2包。哎呦，这么多鸭蛋，我也要订。你送我的5枚大蛋，我昨晚全撤了，5枚全是双黄。咱们照灯挑的法子还真准。这种蛋有多少？现在不多，我们得先看大小，再称重、照影。2个影子分清楚的才留，看不准的全算普通蛋。那挑出来的全给福满楼。秀云，我们掌柜也让我问，那种双黄的能不能给饭馆留些？陈主任昨天走的时候也说供销社想要那种双黄的。秀云，听说你这里有1枚2个黄的咸鸭蛋？有一些，但不多。我儿子下个月定亲，能不能给我留20枚？1个蛋2个黄，摆在定亲桌上，正好是好事成双。这个说法好，听着就喜庆。那以后这种蛋就叫柳湾双喜，普通柳湾青壳照常卖，柳湾双喜有多少卖多少，不接死数。哦，好事成双。这一批还没到就已经订完了。柳湾双喜数量少，价格也比普通款高。前一批近500只大母鸭陆续开产，随着后续订单增加，新补进的鸭群也逐步长成，家里的鸭群接近1000只。4枚蛋你绑这么长一截做什么？家有钱也不能让你这么糟蹋。餐馆、供销社和零散预订分开记，每一批的绳子颜色也记上，都记上。以后有人拿着货来问，得一眼查出是添哪一缸。鸭蛋是挣钱了，可这鸭屁股后面的东西也快把院子占满了。这些鸭粪你们不要，你要这个做什么？拉回去肥菜地当肥料啊！你们卖不？我自己来装，一车给3块钱。这东西你还肯花钱买？哈哈哈哈！你们嫌臭，我还嫌不够呢。到底卖不卖？卖！你能拉多少就拉多少。本来还得费力往外倒，现在人家自己拉走还给钱。现在连鸭屁股后面的东西都能换钱了。东边那片空地还能搭棚，再添500只也不是放不下。货都不够卖了，有钱就继续买。人手少，我再找几个人来。要是闹一场病，前面挣的钱都不一定填得上，订单再多也不能一直往自家棚里添鸭。那就先停。这么晚过来，没耽误你们吃饭吧？没有，村长快进来。秀云，我今天来是想替村里人求你件事儿。您说。这几年大家都看着你养鸭做咸蛋，把日子一步步过起来了。村里也有不少人想学，可他们不知道鸭该怎么养，蛋下出来又怕卖不掉。大家想请你抽个时间给他们讲讲门道。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养，只要蛋下出来有地方卖就行。可以教他们，按规矩养出来的合格鸭蛋，我这儿也可以收。真收？收。不过鸭怎么喂，棚怎么搭，蛋怎么挑，都得按统一的法子来。那我明天下午把想学的人叫到晒谷场，到时候就辛苦你给大家讲讲。第一批先选10户人家。为什么只选10户？人太多，我和大嫂一家一家看不过来，先把这10户教会，鸭养稳了，再带下一批。一家先养多少？ 50只。50只大母鸭不便宜，我们家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。
鸭我统一去挑，鸭款先记着，等开始卖蛋以后，每次从蛋钱里扣一点。小鸭苗便宜多了，为什么非得买半大的？小鸭苗看着便宜，可不好养，怕冷怕潮，还得等几个月才下蛋。新手一上来就养小鸭，弄不好钱没挣到，鸭先死掉一半。蛋下出来你们真收？合格的都收。以后见我们蛋多，你会不会临时压价？价钱提前说好，只要蛋合格，我不会看你们送的多就突然往下压。那鸭要是病了呢？先隔开，马上来找我。我们能帮着看就帮着看，可要是不听，拿发霉的料乱喂，或者鸭病了还往鸭群里赶，出了事儿不能都算到我们头上。愿意跟第一批的，散会以后到村长那里报名。这个棚不能直接用，都搭好了还得拆。不拆也得把地填高，下场雨这里全是水，鸭天天睡湿地，早晚得生病。少下几天水没事儿，刚换地方就赶，受了惊吃不好，后面下蛋更慢。以前家里的鸡也这么吃？鸡是鸡，几十只鸭一块吃坏肚子，到时候你想拦都拦不住。吴婶家合格的126枚。鸭款慢慢扣，总不能你们刚挣到钱，家里1分都拿不回去。这回小勇下学期的书本费有了。你真没因为我们送的多就往下压价？你们按说好的把蛋养好，我也按说好的收。第一批的人真拿到钱了。下回再选人，我也报名。以后不用只守着咱们家这1000只鸭了，自家养的再多，也只是咱们一家忙，咱们一家赚钱。大家都能把鸭养起来，柳湾青壳才算真正在村里扎下根了。秀云，我家棚已经搭好了，我家想先养80只。大家别急着报数，棚先让大嫂去看合不合格再说。以后新养殖户的鸭棚还有喂法，先找我大嫂检查，她说不行就得重新改。秀云怎么没来？她不用每家都来，这些我已经会看了。这里再挖深一点，下雨才不会往棚里倒灌。好嘞，我立马改。以前大家守着几亩地，一年到头手里也见不着几张钱。现在一筐鸭蛋送过来，当天就能拿钱回去。只要他们肯按规矩养，后面会越来越稳定。这枚不行，放旁边。这么细的纹腌出来也不一定坏，不一定坏，也不能拿牌子去赌，红点漏了一枚，补上再装。现在这里没你在，也不会乱了。大嫂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来，这一筐。秀云，县供销公司来消息了，是准备来我们这儿订货吗？他们在镇上尝过柳湾青壳，也尝了几枚柳湾双喜。第一批先要5000枚普通咸鸭蛋，这一批交得稳，后面每个月都要。县城真来订货了，货单都在这儿，还能有假？什么时候要？普通货按单做，1个月后分2次送。行，柳湾双喜有多少，我给县里匀多少。他们也是这句话，双黄的有多少要多少，不让你拿普通蛋凑。那倒省得我再解释了。5000枚只是第一批，后面每个月都要。那第2批养鸭的人得赶紧带起来。秀云，胃不舒服，可能这几天没睡好。秀云，你这个月的日子是不是还没来？大夫怎么说？有了，真有了。你们怎么啦？你娘肚子里面有小娃娃了。我要当姐姐啦！愿不愿意？愿意，我可以教弟弟妹妹写名字。以后种东西别碰，站风口也注意着点儿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听我的。作坊和养殖户那边有我，你只管盯配方和订单，别再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我才盖了10张，够了，剩下的让大人做。这种蛋不能送，别想着裂得小，混进去没人看见。坏一枚，砸的是整个柳湾青壳的牌子。我家先养100只行不？第一次别贪多，先从50只开始，养稳了，棚也合格，再往上加。我回去就把后院那间破棚修好。蓝绳第12批数数再合一次。已经对了。
再对一遍，县城第一批货不能出差错。是。数没错，日期也对。娘，秀云，别占风口，赶紧进屋。娘，等弟弟妹妹出生，咱家是不是更热闹了？现在还不够热闹。都别看了，饭菜要凉了。